说出来你肯定不信，从销量、利润率、智能化和出口这4大方面，2个轱辘的电动自行车都在悄无声息地全面超越4个轱辘的电动汽车。2023年，国内一共卖了5500万辆电动自行车，是汽车总销量的 2.1 倍，是新能源汽车销量的 5.8 倍，是纯电汽车销量的 8.2 倍。很多人不服了，说电动自行车才卖几个钱啊，怎么跟汽车比呢？2023年，国内汽车的主力价格区间是5到30万，销量占比 82.4%。电动自行车的主力价格区间是1500到3500块，销量占比 74%， 平均只有汽车价格的 1%到 3%。但是前3大汽车品牌的销售额只占全行业的 35.9%， 而前3大电动自行车品牌居然能占到全行业的 68%。也就是说，2轮电车远远没有4轮电车那么卷，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更赚钱呢？还是数据说话？2024年1到9月，4轮3巨头上汽、一汽、比亚迪平均毛利率只有 12.6%， 但2轮3巨头雅迪、台铃和爱玛平均毛利率高达 17.4%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电动自行车很可能先于电动汽车全面普及智能化。首先，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不断升级，为了杜绝超速行为，要求电动自行车必须加装北斗导航定位。为了杜绝非法改装，要求车架和电池必须一体化，这些都给电动自行车的智能化奠定了基础。根据鲁大师的统计，2023年电动自行车的智能化水平提高了 26%， 整体上比汽车更快。现在2000到3000块的中档电动自行车几乎都可以实现手机智能操控、AI 电池管理和一键车辆自检。3500块以上的高端车型还可以实现语音控制和辅助驾驶。更可怕的是，电动自行车的销售渠道也比汽车领先了一个时代。现在除了特斯拉等极个别品牌，绝大多数汽车还是依赖线下的 4S 店。但头部的几家电动自行车品牌线上销量都在快速增长。2024年双11，9号和小牛的线上销量占比高达 60%到70%， 雅迪的线上销量也暴涨了 1180%。再看最有意思的出海战略，最近3年，国产新能源汽车虽然在海外出尽了风头，但树大招风。不断有人举起关税大棒，试图阻止国产汽车的扩张步伐，但电动自行车就低调多了，出海战略反而更加成功。首先，电动自行车的市场分布跟新能源汽车截然不同。除了中国以外，全球最大的市场不在欧美，而在东南亚。原因很简单，东南亚的道路基础差，但人口密度高，还山多树多，靠汽车通勤，经常堵得水泄不通。再加上大部分东南亚老百姓收入还比较低，负担不起4轮汽车，所以长期以来他们依赖摩托车。2023年，东南亚市场的摩托车销量占全球的 30%。很多人就纳闷了，人家摩托车用的好好的，为啥要换成电动2轮车呢？要知道，东南亚多数国家的石油严重依赖进口，泰国 85% 的石油靠进口，印尼和菲律宾也有 20%到40%。更麻烦的是，由于依赖进口，东南亚的油价不便宜。为了保民生，东南亚国家对民众使用汽柴油普遍有高额补贴，尤其是最近5年，燃油补贴金额持续增长，让他们的财政不堪重负。为了解决这个心头大患，主要的东南亚国家陆续出台政策，鼓励用电动2轮车取代燃油摩托车。泰国和印尼对电动2轮车直接补贴，越南准备在部分大城市禁用摩托车，同时鼓励生产电动2轮车。菲律宾更是把进口电动2轮车的关税降为0。除了政策支持，从老百姓实际使用的角度，现在电动2轮车的续航里程、动力和速度已经追平了小排量摩托，但维护成本、使用成本远远低于摩托车。所以未来5到10年，电动2轮车很可能在东南亚市场大爆发。可问题在于，不光咱们的国产品牌盯着这块肥肉，日本品牌也闻着味儿过来了。别忘了，日本品牌长期主导东南亚的摩托车市场，完全可以凭借现有的销售网络和用户基础改卖电动2轮车。同时，电动2轮车的资金和技术门槛比汽车低，很多东南亚本土品牌也快速兴起。所以现在是3方角逐，市场竞争非常焦灼。但势头最猛的还得是咱们，雅迪在越南已经开了700多家门店，越南工厂的年产量已经高达300万台，爱玛在印尼建厂，台铃在泰国建厂。可问题来了，日本品牌有摩托车的先发优势，咱们竞争得过吗？第一，咱们国内的电动自行车销量占全球总销量的 60% 以上，
整个供应链具备明显的成本和规模优势。第二，现在有个明显的趋势，电动汽车的技术正逐步降维进入电动自行车领域。比亚迪最近就和台铃展开合作，共同研发车电系统和电池技术，就连华为的鸿蒙系统也用在了台铃、爱玛的电动自行车上。电动汽车技术，咱们和日本企业谁更强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？但是还有个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国产品牌内部能不能避免价格内卷，能不能保障质量和口碑不下滑？别忘了，当年国产摩托车在东南亚就吃过这方面的大亏。从目前的现状来看，国产电动自行车的品牌集中度更高，而且在开拓海外市场上，几大国产巨头也各有侧重，像是在主动规避这个风险。总之，道路虽然曲折，但前途很光明。